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欢迎又回到了 Hello Mrs. Lu 的频道。在去年继怀孕后，就再也没有很认真的剪片。那这次算是产后复出的第一支影片，我想说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买了一个无线挤奶器。虽然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对于准备生小宝宝的妈妈们，或是已经有小孩的妈妈们，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。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无线挤奶器，它叫做 Willow。看一下是这个样子，有两个，然后它给你这个袋子放在里面，像这样。在家的时候，我大部分是用就是有线的这个挤奶器，我选的是这个 Spectra 跟 Medela， 我觉得两个都还不错。我记得 Spectra 是说不会回流的设计吧，所以后来我是选择 Spectra。我喜欢它的吸力可以调整，然后并没有很强，我大概是放在2或3左右。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主机要接着电，然后再来就是挤奶器本身跟你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很难带出去使用。之所以会想要买无线挤奶器，就是因为方便。如果必须要外出，没有跟宝宝在一起的时候，无线挤奶器就真的非常好用。那主要也是就是可能之后要回去上班啊，或是在请产假这段期间会出门在外的话，很推荐无线挤奶器。当初会选择 Willow 也是因为在美国这边市面上只有2家主要的无线挤奶器的品牌，然后它分别是 Evie 跟 Willow。Willow 是先开始在 Instagram 上面给我打广告，然后我就开始研究。后来会选择 Willow 的原因有几个，它提供就是2种款的容器去储存你的 breast milk。第一种是不可重复使用的袋子，挤的时候呢就直接会挤到这个袋子上，然后就密封起来了。那你一次必须要用2个。它也有另外一个方式，是一个空壳子在这边会接着你的 breast milk， 然后你就变成要倒出来倒到你的 breast milk 的那个袋子里面去储存。那这个就可以重复使用，所以就不必要一直花钱去买这个袋子。我整体而言是觉得它有2个选择是让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就如果出来真的为了方便的话，就是用袋子更省时省力一些。再来就是它整体的设计，觉得非常漂亮又美观，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 Willow 这样。然后无线挤奶器跟有线的最大的差异就是第一是没有线的，所以你直接放在你的内衣里面，然后把它拉紧。那最好它是建议内衣是那种上扣式的，可以就是好好固定住这个机器。然后我觉得很优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 app， 可以去看正在挤了几分钟，然后除此之外你的强度，然后还有你挤了多少，左边右边各有多少，这样就可以看出你的奶量的变化啊等等。然后上面还会有一些就是小 paper 教你说如何增加奶量，或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他们的客服专线我觉得还是蛮亲切，然后都还蛮 knowledgeable， 可以回答你很多问题。以一般传统的挤奶器来说，你放在身上，然后你就变成要往下目测说，现在到底挤了多少，总共到底有多少？觉得用这样就行的那个挤奶器，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像一牛，因为就好像是一直都不能离开，然后要黏着这个机器这样。那有几个小缺点，但是我觉得无伤大雅吧。第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它的最低吸力还是太强了，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个人感觉上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别人并不觉得它的吸力很强。那吸力很强也算是个好处，因为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是挤出比较多的量。那我这一款是2.0的，在我想要来 review 这个产品的同时间呢，他们已经出了3.0，而且2.0已经停产了，所以3.0似乎有改善这个吸力强度的问题，然后它的 app 有更进一步可以给你就是 personalized 的一些 tips， 其实我还蛮心动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因为也是不是很便宜，所以也不可能就是说没事就买一个新的。再来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的 discreet。第一就是这个机器这么大一个，然后你要放在胸上之后，你的胸就会变成就是2倍到3倍大。喂奶的时候已经胀奶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下去之后，就实在是太怪了，或者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，别人可能不会那么认真看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戴在身上，然后四处爬照，除非你可以就是套一个围巾啊什么，把它稍微挡住一下。但是就是挤没多久，你又要进去没有人的地方拿下来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干脆直接带厕所或是哺乳室挤还比较方便。再来就是它的机器的设计是在这块白色的里头，那这个机器的部分，因为在吸引你的奶水出来，所以势必会有一些声音，很靠近的话还
还是听得见的。那我听说 Eevee 的话，它还有一个灯会亮，那衣服有时候会透出来，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更尴尬了。再来的话，价钱其实还是蛮高的。Eevee 的话，有一些保险公司有 cover， 就是在美国这边，但保险公司也只能申请一次，所以你 either 是申请一个有限的，或是申请一个无限的。那 Willow 的话就没有包在保险里面，但是大家可以就是使用HSA 或是 FSA healthcare 的一个 flexible spending， 所以的话也可以用那个方式来购买。那除了这个本机价钱就是还蛮贵的以外，就是它这个塑胶袋，如果你要一直重新买的话，也是蛮不便宜的。然后一次又要用上2个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算的时候，一个袋子可能都快要1块钱，比起一般的储存奶的袋子，就是价钱实在是高很多。所以如果预算上有局限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好好考虑看就是这个袋子的使用的问题。那网络上是有些人发明的方法，就是让它这个袋子孔的地方，你有个办法一戳就是可以重新使用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是很卫生，所以我是没有这样子做啦。对，那当然厂商也不建议你这样做，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钱赚了。然后就买了那个机器的时候，它是只有跟塑胶袋的这个套装组，所以你就是把塑胶袋就是装在这个机器上面，然后扣上去。我后来是自己加购了重复使用的这个 container， 那也是另外要付费。那我觉得出门在外 container 并不一定方便，因为你要清洗等等。最后就是建议大家，如果想要购买的话，最好是在我宝宝出生1个月后左右的时间，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购买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更加了解 breastfeeding 这个 process， 然后就是说你的奶量够不够啊，你有没有要继续 breastfeed 啊，你到底有没有需要这个机器？因为如果你没有要 breastfeed 很久的话，我觉得买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投资，所以就可能不是很划算。再来就是个 flange size 也蛮重要的，就是其实是跟这个一般挤奶器一样，就是这个的尺寸直径是每个人的尺寸是不同的，所以你要确认你是什么尺寸，因为你如果打开使用的话就不能退货。那总体而言，我还是蛮推荐这个挤奶器的。出门在外的时候，我通常就是会再带一个就是这个保冰袋，然后这个保冰袋是我在 Amazon 上找到的，它的这个四周都是那种凝胶状的 pack 在三侧，然后就直接把这整个放到冷冻库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冰起来，你就不用再准备一个什么罐子啊，然后装了冰块，然后等等，就是很麻烦。就这样拉起来可以大概保冰可能5-6个小时。那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东西呢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investment， 应该是全天下妈妈们的救星吧，就不用再就是带着这个有线挤奶器啪啪照，真的很不方便。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Willow 的 pump 有什么更 individual 的问题的话，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然后我很乐于回答。今天的 review 就到这里，期待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育儿心得咯，拜拜，今天就到这里。